欢迎来到 Nine Dragon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：王一博双标恋爱观，在爱面前，成熟与依赖的完美平衡。王一博的双标恋爱观引发热议，对女友是成熟担当，对姐姐却秒变粘人精。这种反差不是虚伪，而是爱到深处的本能偏心，打破了性别刻板印象，展现了真实的情感需求。恋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倒是一个很平常的事项，但是假如是发生在艺人明星身上的话，那效果就很不一样了。别的不说，光是来自粉丝们的醋意就会多得没办法承受。祝福归祝福，该酸的还是会酸的。不管现在还是将来，总是要等来这一天的到来。就像小摩托们，哪怕王一博还没开始官宣，就已经有点不是滋味了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这位单身人士倒是位高手，还把大家撩得不行。就像他和负责采访的小姐姐都没有谈过恋爱，两位却依旧能把关于爱情的话题讨论得很是激烈。比如在王一博看来，男生在约会方面必须掌握主动权。当然，这个主动权是围绕在吃饭付钱、过马路的时候站在外面、送女生回家上，要体现出超 A 的男友力才行。听得发问的小姐姐很是开心地夸赞王一博很不错。最近一段王一博的采访视频火了，当被问到和女朋友相处会怎么做时，他一脸认真地说，男生要主动送女生回家，抢着买单，过马路必须走外侧护着她。这番话让粉丝直呼好会啊，简直是理想男友教科书。可下一秒，画风突变，记者追问如果是姐姐呢？王一博嘴角一扬，语气瞬间变软，那当然是姐姐送我啊，姐姐买单嘛。这波猝不及防的双标操作，直接让评论区炸锅。有人调侃弟弟长大了，会选姐姐了，也有人感叹原来裤盖在喜欢的人面前，也会秒变粘人精。王一博的双标恰恰暴露了他最真实的感情观，爱到深处才会本能的偏心。心理学中的情感投射理论指出，当一个人对某件事或某个人投入强烈情感时，他的行为会不自觉地脱离理性框架。就像他对普通女友和姐姐的态度差异，看似矛盾，实则藏着两种温柔，前者是责任感驱动的成熟担当，后者则是依赖感催化的亲密信任。这种双标不是虚伪，而是爱意浓度过高时的自然流露。为什么大家会对这种反差如此上头？因为现代社会太缺真实感了，明星们被包装的滴水不漏，而王一博却敢在镜头前暴露两面性，工作时是拼命三郎，私下却对滑板、摩托爱的痴狂，对陌生人礼貌疏离，对亲近的人却会任性撒娇。这种反差萌恰恰戳中了年轻人的情感痛点。我们渴望的从来不是一个完美人设，而是一个能放心暴露软肋的鲜活灵魂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双标打破了性别刻板印象。谁说男生一定要永远强势？在真正喜欢的人面前，示弱和依赖反而需要更大的勇气。就像网友说的，看他理直气壮要姐姐买单的样子，突然觉得恋爱不一定要按剧本走，你强时我做你的后盾，你累时换我撑起一片天，这才是健康的关系。这种态度不仅治愈了必须成熟的男性焦虑，也让女性看到被需要、被依赖、
同样是一种珍贵的认可。然而这份欣慰并没有维持太久，因为在之后的问题中，王一博肯定地表示，要是约会的对象是比自己年纪大的姐姐的话，便是的姐姐买单，姐姐开车送。一边说着还一边笑得相当开心。按照王一博的说法，姐姐和妹妹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了。相反，后者是可以享受贵宾级的待遇，也就是所谓的坐享其成就好。不似姐姐的画风的更用心的照顾王一博，显而易见的双标，有趣得很。不过作为熟悉他的粉丝，也有很多话要说，因为这些话和王一博之前透露过的可是有点矛盾的。关键点就是他喜欢让粉丝叫他哥哥，而不是其他会觉得年纪小的昵称，但是自己又明确表示喜欢年上，自己叫人姐姐还要被唤作哥哥。不是王一博的想法混乱，便是他就是一个恋爱小天才，走的是无师自通的路线了。毕竟姐弟恋到底会有多甜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其中的好。而所谓的称呼，还可以转变成促进情感上升的关键点。所谓的矛盾也只存在于旁观者的心中，怎么可能影响到本尊们的心情呢？不管是哥哥还是姐姐，爱就对了。不得不感叹王一博是个真的很会的男人，但是终究能站在他身边的不是在座的各位。设想一下，若干年后自家的爱豆有了另一半后的画面，将来的你是否可以淡定的去承受呢？答案肯定是否定的。毕竟狗粮是属于你我他的，只有吃着看着的份儿。从《陈情令》里清冷的蓝忘机，到如今坦然说姐姐买单的直球少年，王一博的发展轨迹就像一面镜子，让 Z 世代重新定义爱情。爱不是套用模板，而是为特定的人打破原则。成熟不是永远正确，而是在对方面前敢于做个孩子。或许我们都该学学这种双标哲学，对世界保持理性，但对爱的人，不妨偏心到底。你心中的理想关系需要双标吗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